现在的国产新能源市场已经都这么卷了吗？10几万的价格给这么大一个头 SUV， 看上面激光雷达，还有看不见的895芯片。以前我确实没想到啊，性价比这个词儿现在可以和新能源智能汽车打上边了。我旁边这台领跑的 C10是怎么卷到这么低价格的？好大爽酒，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咱们今天来聊一聊。本期我们主要是一个静态体验啊，外观 ID 设计方面呢，整车的造型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经典的啊，就是遵循了现代新能源汽车外观的基本元素吧，算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设计。我第一次看到真车的时候，这怎么说呢？有点给我一种某米系手机给人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特别花里胡哨的啊，属于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常见形式。这辆车的前后呢都是贯穿式的大灯，机翼式的扰流板。看到这里，估计长得帅的小伙伴可能要说了啊，这不就是某享青春版吗？这有点和现在手机镜头模组设计差不太多，就搞来搞去好像都是那个样子。不过这辆车啊只有L7，一半的价格就不能要更多自行车了。我旁边这台车这个配色呢，应该是叫天幕灰，它这个灰色表现的还是比较克制的啊。我们这个场地里面摄影光是比较多的，在这种强光线的映衬下，它有点那种蓝灰色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男生啊，还是稍微带一点那种商务感的。低饱和度的这个配色呢，对于高级感的突出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外观 ID 满分10分的话，你给打几分？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作为一台4.74米的中型 SUV 啊，空间其实是它的一大优势。我第一次看到真车的时候就感觉哇，这个头这么大，得房率是66.8%。舱内的有效空间，还有它头部的空间以及2排坐垫的长度，在同级里面都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啊。第二部分就是内饰。来到车内呢，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2个字：简约吧。啊，其实中控这部分的设计呢，还是比较标准的啊，就是跟它的外观一样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没有什么复杂的这个东西。它空调的出风口呢是在这个下方，和它的氛围灯呢全部都做了隐藏式的设计，比较符合现在主流的这种简约理念。整个空间给我的主观感受，你要说高级感的话，那肯定是没那么重的，但也绝对不是那种扑面而来的廉价感。怎么说呢？就是你可能是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它肯定是不会翻车的。在它内饰的颜色上，除了这个赤霞橙之外，还有一个星原紫是可选的，都是非常有活力的这个颜色。因为这辆车的目标用户呢，就是年轻的家庭，它 slogan 就是更理想的家。哎，是不是呼应上了？上车之后，我个人的第一个感知点，还不是它这个内饰整体的风格，是它这座椅，你一坐上来就感觉额外的要软一些。它这个填充物呢，我看了一下是最新的生物级发泡材料，不光坐着啊，你手摁一摁也会感觉好像更加柔软一些。它座椅通风啊、加热啊这些该有的配置也都有啊。不过啊，要注意它不是标配啊。现在我已经把主驾的这个头枕给它拆掉了，它这个座椅呢，前排的2个也是可以完全放倒的，就像这样。哎呀，确实还是不怎么舒服。提醒注意，它是不能完全放平的，它这里也会顶起来的，所以我估计后面官方啊或者说第三方啊会有相应的配件来解决这个问题。OK， 我们开个小音乐啊，这个氛围灯不是很明显啊，我们来关一下环境灯，看看它的氛围情况。OK。刚才我已经把这个主驾驶位呢调成了一个适合我自己驾驶习惯的一个位置啊，我光着脚的情况下是177厘米啊，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当然我这戴着帽子啊，所以物理给加高了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头部的空间，正前方的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都不能用几拳来形容啊，大概有这么长。然后我们把中央扶手拉下来的话，哎。你会发现一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啊，以往的应该就是有2个水杯啊，或者说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空间，但是它这里只有一个这个放杯子的位置，而且你仔细一看，它应该不是放杯子的位置啊，它是放一个碗的位置啊，它这个是专门给婴儿准备的，这个也是和这辆车的整个定位是相契合的啊，就是年轻小家庭的这种用车，带一个小宝宝的话啊，给他吃东西比较方便。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啊。车内还有几个比较细节的地方，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实用的。第一个就是啊，这辆车它居然配备了一个电动遮阳帘啊，这还挺实用的。第二个就是车门这里啊，它老老实实的配了一个拉手啊，这个我不知道家里如果要是有老人的话啊，
坐这新能源汽车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不知道怎么开那个门啊？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屏幕方面呢，就是2大块啊，正前方呢是一个10.25英寸的一个仪表屏啊，旁边呢是一个14.6英寸的中控屏啊，它这个中控的分辨率呢是2560×1440，这个搞科技数码的话比较在乎这屏幕啊，它是2.5K 的一块屏幕啊。边框方面呢，基本上做到了两边等宽，就是顶部和两侧是一个尺寸，这下巴呢稍微的宽一点，整体做的还是比较窄的啊。这两侧呢是7.2毫米啊，我们实测的。整个屏幕呢也采用了 OLED 技术啊，这个硬件素质方面表现还是不错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车机部分，这也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其实整个车机呢也应该是这台车这次最大的一个卖点的啊。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它这次自研的4叶草电子电器架构。以往分布式的架构呢，它有数百个、上千个不同的模块，每个模块呢又都有自己单独的传感器和芯片啊，算是各司其职啊。这听着好像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它的整个系统复杂且成本比较高。而现在中央集成式的这个架构呢，就可以将各个模块给它组合起来，统一发号施令。大家到这儿应该也能听出来，就是对它哪块的要求更高了，就是它的芯片。它搭载了一颗8295的芯片，开头我们也讲了，可以完成多种指令功能。但它也不是完全的一个万能芯片处理一切事物，它是把最主要的4个领域给收到了一个盒子里面。它为什么叫4叶草啊？这个就是重要来源啊，它把这个4域合一了啊，就是座舱域、智驾域、动力域和车身域。这套架构下来，优势就比较明显了。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它整车的电子元器件数量啊，这体积大大减少了啊，它的乘坐空间相对来说也就更大了，可以预埋更大的算力和软硬件接口啊，方便日后 OTA。简单比喻一下，就是以前你有一个工作啊，需要一堆人来干，你是不是得租一个比较大的办公室啊？现在一个人干就可以了，你也不需要租那么大的办公场地了啊，你的整个的运营成本是不是就降低了？其实这就是这台车为什么能够做到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基础了。之前我们体验到8295车型都在20-30万啊，比如说20万以上的价格，极越啊、奔驰 E300啊，相对来说都会更贵一些。静态下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它这个车机的流畅度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辆车的一个3D 模型。我们快速点按啊，这个模型整个在这个车机流动的这个过程，比如说从灯光切换到支架啊，是没有什么掉帧，非常丝滑的这个感觉。UI 方面呢，这台车还是挺有特点的啊，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俩字儿：实用啊！你注意看它很多功能项啊，全部都变成了这种绿白配色的一个小开关，是不是非常熟悉？确实，它基本上和 iOS 的 UI 做的是一毛一样的。这种设计有什么好处？就是特别直观，特别简单易用啊，方便大众上手，你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声音、媒体、电话呀，各种进度条的调节上面也是和 iOS 非常相似的啊，方便你去理解，也方便你去操作。而且各种界面元素大小的设计呢，也非常方便你触控。另外，在屏幕的快捷手势上呢，它有一些小设计，就比如说你在屏幕的左侧，也就是靠近驾驶位这边上半部分，如果我们向外一滑的话，它会快捷呼出你的音乐界面啊，你可以快速的调整一下。如果是在下半部分啊，如果你后台有多个应用的话啊，咱们一滑，它有点像手机全屏手势下边那个小横条一样，可以快捷调整应用。而且它旁边有个小小的动画，可以提示你切换应用。要提醒注意，这个功能呢只在屏幕的左侧有，如果要是右侧的话就没有了。另外，这次车机上呢，它还有一个类似于苹果的快捷指令的功能啊，叫这个灵动空间啊，这图标都挺像的。点开之后其实很简洁，你一看就懂了啊，就有点相当于你自己编一个小程序。举个例子啊，我们现在创建一个场景，触发条件是什么，然后就依次执行什么啊，你点加号就可以了，就有点看图说话那意思。咱们就简单设置一个下班的一个场景啊，比如说位置这里边啊，它有旁边很多选项啊，我们先离开某地的时候，比如说离开公司，然后你可以简单设置一下啊，然后确认，然后这里你可以加很多其他的条件，并且我们要系上安全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比如说主驾的这个安全带，这里我们选择系上。当然你后边还可以再增加啊，就是并且再怎么样。条件设置完成之后，你就可以选择让这辆车执行什么指令了啊。比如说我们点加号，就执行空调肯定得打开啊，然后啊，比如说再打开方向盘加热啊，比如说打开经济模式。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再加啊，当然你就可以一直加啊，这个把你想要的功能都加进去，然后点保存就可以了。下一次到这个时间你要下班离开公司的时候，你一系上这个主驾的安全带啊，它就会执行啊下面的一系列操作。
由于我们录制这几天武汉一直在下冻雨啊，所以我们确实没办法完成道路上的这个动态体验啊，也特别感谢这个品牌的小伙伴还专门把车给我们拖过来。后续有机会我们争取把这部分给大家补上。其实还是比较有看点啊，比如说它的 NAP 高速智能领航辅助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相比于之前的这个 C11换到麦弗逊悬架之后，它的这个底盘会不会有退步啊？还有就是 NVH 方面，这无框的车门啊换成了传统车窗后啊，这个静谧性的优化是怎么样的？根据我们静态体验还是比较优秀的啊。虽然本期确实有遗憾啊，但是在整个静态的部分呢，确实给了我们不少惊喜。我觉得这台车确实这性价比有点拉满的意思了啊。我想这也是在2024年呢，算是给汽车市场开了一个好头。如果大家关注新能源的话，比如刷视频的时候，经常也能刷到啊。尤其是电池原材料的这个成本呢是有下降的。说是在24年呢会迎来一波降价。未来各大厂商一定会越来越卷啊。我觉得就像成熟之后的手机市场是一样的，这配置起来，价格下去，首先造福的那肯定就是消费者了，你能买到性价比更高的一个产品了。OK 啊，本期就是领跑 C10的所有静态体验部分。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就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博人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